OK，我们通过 File，然后 New Sense 新建一个场景，来设置我们的虚拟摇杆。然后我们通过 Create 创建一个 UI image，然后在这个 image 底下，我们再创建另外一个 image，让它成为子节点。创建完毕，我们改一下名字，叫 Joystick Background。然后下面这个节点我们取名为 Joystick Handle。OK， 更名完成。然后我们来设置一下 Joystick 的样式。我们设置一下这个 Sprite 的一个图片。OK， 我们图片设置完成以后呢，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个 handle 的一个大小，我们可以设置为50左右。OK， 我们的一个摇杆样式出来了，我们到 Game View 看一下效果吧。目前的位置呢可能会比较尴尬，那我们需要通过这个 Rect Transform 来设置一下的位置。OK， 我们点开这个十字标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通过按 Alt 键或者 Option 键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图标样式改了，我们可以把它锚定为左下角。OK， 我们目前把这个摇杆锚定在左下角了。不管你屏幕的一个分辨率怎么变，它都会一直依赖于这个左下角锚点。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OK， 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屏幕分辨率的话，我们的这个摇杆始终居于左下角，但是大小可能会有点奇怪。那我们做一下自适应吧。我们选中 Canvas， 来到 Canvas Scale， 然后看一下 UI Scale Mode， 调整为第2项。OK， 设置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这个摇杆变大了。那可能太大，我们需要设置一个匹配值，差不多 0.5 左右吧。OK， 目前看上去会比较缓和一点，就比较舒适。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界面的一个效果吧。看着比较完美。OK， 就这样。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脚本，来控制这个摇杆的一个拖拽效果。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Joystick， 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脚本，在这个文件夹里面。脚本名称我这边叫 Joystick Handle Tutorial。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用到的3个接口，分别是拖拽、按下、抬起。这3个接口都是 Unity UGI 提供的。如果大家有想了解更深的，可以去翻阅一下像类似的文档。OK， 我们打开脚本，然后引用那3个接口，然后并实现它。OK， 我们可以用 Debug 来模拟一下我们的这个效果。这3个接口不同的一个状态 Debug 效果。On drag 的时候是只有我们在处于 UI 的时候，然后拖拽它才会触发的。那我们 up down 呢 ？up 的时候是我们按下鼠标以后抬起，然后它就会 debug。然后按下的时候也会同意你 debug 按下的这个效果。OK， 我们回到 Unity 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把这个脚本呢拖拽给这个 handle 这个节点。Sorry， 重新拖拽一下，拖拽给它。
OK， 我们可以拖拽成功了。然后我们点击播放按钮来看一下效果吧。OK， 我们可以激活 cancel 这个窗口，我们来看一下 debug 效果。down up down up down up， 然后我们来拖拽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拖拽的一个 debug 出来了。OK， 我们这3个接口都很完美的实现我们要的一个效果了。我们回到脚本，然后我们新建一个变量叫 rect transform， 用来存储这个 handle 的一个 rect transform。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变量，用来存储这个 handle 的一个初始化位置。也就是说，我这个 handle 当前处于什么位置，我就给它存储起来，以便后面计算要用。OK， 我们新建一个 start 方法，然后来初始化这个 orange person。然后我们需要再获取这个 rect transform， 我们通过 get component 这个来获取。OK， 然后我们来设置一下 up 的一个反馈。当用户抬起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 rect transform 设置为000的位置，也就是我们初始化的一个位置。OK， 那我们来设置一下按下的这个效果。按下的时候，我们直接调用 on drag 就可以了。OK， 我们来实现 on drag 的这个逻辑，这个是重中之重，实现拖拽的一个效果。首先呢，我们需要计算它的一个朝向，也就是用户按下的一个朝向。我们用初始位置，然后用用户点击的这个位置减去我们初始的一个位置，然后计算出当前的一个朝向。得到朝向以后呢，我们需要计算一个朝向的长度，用来计算半径。从初始点到按下的这个长度是多少？由于按下的这个长度可能会超出它那个外圈的范围呢，我们需要做一个限制。那我们调用 mask， 然后 clamp 来限制它的一个最大和最小的一个范围吧，也就是取出我们的外圈的一个半径，然后内圈最大可移动的一个范围。OK，temper radius， 然后得到半径 OK， 哦 sorry， 我们需要把这个变量创建一下，我们创建一个 float 的 max radius， 100吧。OK， 继续我们的逻辑。我们拿到半径最大半径以后呢，我们需要来乘上我们的一个规划完以后的这个朝向，然后加上我们的初始化位置。这个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拖拽后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把这个拖拽后的位置复制给我们当前的这个 handler 的一个 rect transform， 就可以实现我们拖拽效果了。我们保存一下，回到 Unity 看一下。然后我们需要对这个值设置100吧。OK， 我们点击播放来看一下效果。OK， 我们拖拽它 OK， 非常完美，我们的这个摇杆就实现了。如果本系列教程对大家有帮助的话，请麻烦你订阅我，然后点一下赞。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底下留出。
然后我会及时回复给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见吧。